哎，你们都上线了啊。今天呢是东西结合起来的5月29日，是师父座下的佛门各个道场被共产党暴力这个抓捕的第一个月的纪念。我的弟子呢，其中有一个60多岁，从北京逃到了新泽西州他的儿子的家里，被他儿子唾骂驱逐，赶回北京。这个事实之若是这样的吧？是的，是的。你呢，被人家直接打电话恐吓，我听到了，说你居然敢接电话，不光恐吓你，而且暴力的连他妈一块儿骂。这种现实它体现了个什么问题？你能说说吗？你能不能说说？说不好是。你不能说好，你不好说，是不是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纪念，这1个月的纪念上次你呢给师父发信说，有很多人有问说，这次佛难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造成的？是不是你问过？是的，是的。那是不是今天跟你讲讲就师父弟子，这是亲妈逃到新泽西之后，被他儿子这个狂暴的赶回中国，这个现实它体现了一个问题。师父给你们往下讲师父的这个开示，人可以听，神可以听，但是那些爱中国的畜生呢是不能听的，他们也不要听了。当中国共产党体制下的大批警察特工开着装甲车荷枪实弹的冲进你们在诵经念佛为民为世界祈祷消灾免难的道场寺院或者家中烧打劫掠，并且捏造你师父我的种种罪名，凶暴的抓走你们这些手无寸铁只有一本经书的这些修行人的时候，至今没有一个人，中国有14亿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们说句话。当时有非常多的人见到了这种现实，他都没有一个站出来给咱说话的。这次师父弟子的儿子出现这种现实，也就证明了这些人不仅不会站出来给咱说句话，反而会怒骂、嘲笑、侮辱这些天天跟着我学习练着苍蝇都不能伤害的这些人的这些真实的善真实的修行者，真实的修道人，真实的正义所在的这些人。
他们啊，就连这些国际组织啊，就连这些国际组织，在咱们发了那么多信函之后，没有一个站出来给咱们说话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周若是不是？是的，师傅。大家就是说求救无门呐、那么多的国际组织号称人权组织的，你看到现在1个月了，没有一个站出给咱说话的。全世界的各个平台啊，各个频道，不管是公共的、公众的，还有个人的啊，这些频道，就是除了有一家，其实是一种嘲笑的口吻啊，说给人报道了一下，没有一个站出来给我们说话的。你们说是不是？特别台湾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的。共产党说你有罪就有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说抓就抓，这么一个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毫无道德底线的政权，居然能将14亿中的大多数中国人变成他们的拥趸，拥护他们。我问问你们，杀人是正义吗？都给我说一下。不是正义。帮人是不是正义？帮人是正义。对，他们杀的就是我们这些帮人的人。全中国14亿中的大多数都恨我们恨之入骨。你说恨这些帮人的人，恨这些修行人的人，他们是正义吗？不是。你们再好好给我想想，一个全国大部分人拥护的靠掌控媒体、掌控国家机器，美化罪恶、煽情那些百姓，明着曰这是党的喉舌、党指挥枪。也就是说，这些个国家只有为党说话，不为民说话的口口说是为了人民的这些媒体人、私人媒体，你说说看，他们干的就是这种颠倒黑白，却说是白的这么些勾当。您说这是正义还是邪恶？你们都说。邪恶。你细想想，你们都你们都是中国血统。师父再问问你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说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的文明，并且为此感到自豪，是这样的吧？是不是这样子？是。他们说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说这几千年文明沉淀出利用这些黑白颠倒之术、黑白颠倒的思想这样的法，把善说成恶，把美说成丑，把正说成邪，把邪说成正的，而且还得带着伟大复兴的这种光辉光环的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警察军队去追杀我地身这么个和尚，连个苍蝇都不伤害的和尚。我问心无愧，
他们却说他们是正义，而且追杀我座下的弟子。现在我座下的弟子跑到他儿子的家，他儿子都要杀他。我问问你，这样的国家，你认为会有未来吗？你们都说能不能有未来呀？不能。全世界没有帮我们的，你觉得这个如果这样下去，你觉得世界的未来会是什么？因为邪恶就是正义啊，那这个世界它不就是邪恶吗？是不是？是。你们说说看，你们能指望这样的国家吗？啊？不能。你敢指望这样的国家吗？不敢。你说这么一个国家，他所有的14亿人，包括到国外这些人，你看他儿子在新泽西啊，就能把他妈给暴力的赶回去，他妈是逃难出来的。他妈跟我说了多少次，我儿子可好。您说说看，这是好吗？你们都说说。不是。这14亿人中的大多数，这种行为，你们细琢磨琢磨，他应当有什么报？啊？你一看看现在说天灾人祸，哎，他们以这个东西来攻击我，我告诉你们，把正说成邪，把恶说成善，并且来灭我这种连苍蝇都不杀的人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天不灭他没天理呀，你们懂吗？懂。是不是这样的？地不灭他，大地有罪啊，是不是这样的？是。就人不灭他，世界有罪。现在你看看，全世界没有一个站出来给你师父说句话的，给这几十万的修行说句话的，大家都埋着，故意埋着他，埋着这种共产党的邪恶。你们觉着那些整天在网络上吆喝，哎呀，正义啊、善啊、美这些人，他们是些什么人？你说他是暴徒，他们不够格，他们就是一些邪恶之徒啊！你说说看，这样的世界，你们都给我说说，还有存在的道理吗？没有。来，道一你们说说，一红你们说说，有没有存在的道理啊？没有道理，就应该被灭掉。天地你们想想看看，我再跟你说一遍，天不灭他，老天有罪啊！你听懂了吗？懂。听懂。这些人这么邪恶，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权组织来发个话帮帮我们的。这种现实，你能让我给你保证他们什么？我们天天诵经、打坐、修行，为这个世界祈祷，消灾免难。他们把我们给灭了，你们觉着这个灾难会不来吗？会来。我跟你说呀，天地从有那天起到现在，这个现象是最恶劣的一个时代，最恶劣的。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谁见了我们都想踩两脚啊，你们知道吗？谁见了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都在暗自高兴啊，你们知道吗？
居然没有一个人能伸出一只手来帮帮这些整天在帮助他们的人呐！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听懂。师父为什么叫你们上线？师父跟你说一下，佛法是真实不虚的。我讲这些，你说说看。说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啊？这就证明了一种现实，越来这个世界越不文明。你们都听懂了吗？听懂。听懂。文明它不会让它正邪不分的。是不是？是。好，你们细想想看，就这么一些罪恶的众生，他所集成的种种罪恶，你说说看，这是不是这次佛难的根本原因呢？是。是的。你们不是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佛难呢？咱不是整天做好事应该有好报啊？我们有好报，可这整个世界它应当有好报吗？我已经说了，像这样的一些罪恶之人，连畜生都不如。天不灭他，天是有罪的呀，懂吗？懂。懂。懂。你们这会儿知道为什么咱有这个佛难了？知道了。这是因是什么？邪恶的共产党罪恶。你们明白了，这就是这次佛难的因。说师父不是有福报吗？当然了，我们就是福报。我告诉你，犯我的弟子几百万、几十万的骨干，就是这个世界的福报。我的弟子和我灭了之后，他们如果把这个法给灭了，世界就没有福报了。你们想到了吗？听懂了吗？听懂。听懂。连你们在内，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明，就是这个世界的福报。你们说说看，世界会有福报吗？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传师父的法，对，我们就是福报。对，我们就是他们的光，听懂了吧？你们细想，是不是？他们恶就是善，那他们不全恶吗？我们是善啊，把善说成恶了，这个福报他还有吗？没有。没有。没了。就这样的现实，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普通人他听不懂，全世界人这些人都听不懂。那些号称大腕儿，那些什么大 V 们，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不受报就奇了怪了呀。好啊，你们还有什么想法？阿弥陀佛，师父想请问一下，就是您之前有说过中国的妙战士是有火城，这个可以请您就是多说，有什么？让我们了解一下。是火成体。火成体。这个你不要在这了解一下了，是不是都讲过了？你们仔细去看，仔细去听。好的。是不是在声讨谁？不是要打击谁。我跟你这么说，这么大规模的来抓捕师父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给师父说话的。哎呀，有一个小孩儿，哎呀，说得了病，他们就为这个小孩天天的去叫全世界都知道，哎呀，这叫善。
我告诉你，有病的小孩就是下世的他们，你们都听懂了吗？你救不过来的，都听懂没？听懂。对，这种世界之光，世界的善法，他们居然把它灭了要，是这样的吧？是的，我告诉你，唯独师父是这个世界之光，是这个世界之善，独一无二，他灭吧。是的，看起来还真要被灭了。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你就看看没有出来给他们说话的这个现实就行了，是不是？是。所以说，是不是今天跟大家讲个这1个月的纪念？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想一想这个事情，想明白它。当恶说成是善了，这个世界善就没有了，对吧？对，对，当善被说成恶了，善不死了吗？所以是不是这帮人呢？这群世界之光这群世界的福报，很快就会灭掉，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听明白了吗？听明白。明白。明白。还有什么问的？其他的事情单独给师父请法，师父跟你讲好了，就这样的吧大家该上班上班，该休息休息好了哈。好，顶礼阿弥，顶礼师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顶礼师父，师父，师父。